是后来去办那个公司，然后我一看说，他认识你哦。那我想要请问一下，你现在有拍12夜2，那你想要给予观众的概念是什么？这次拍第2集的风格啊，如果有看过人，应该就会发现，其实跟第1集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提出来的口号也不一样。第1集是领养不弃养嘛，第2集我们是讲结扎不放养。那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看过7年前的第1集，其实那整个拍摄方式是希望人类可以带入狗狗的视角和狗狗的身份，去体验他们所遭受的一切。那但是我们其实没有，我们讲了很多收容所里面发生的现实的一些现状，但其实我们没有讲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等等的。到了第2集的时候，等于是说第1集它是带你发现问题，第2集它希望可以带你去看怎么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就变得很困难了，因为有时候你要发现一个问题很简单，可是你要去抨击一个问题也很简单，可是你要去解决一个问题，它牵涉的就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事。那所以在第2集，我们带来结扎不放养这个观念，是我做完一些访问跟田调之后，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台湾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帮动物把结扎比例拉高。所有的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因为结扎这个事情不是我发明出来的，就是它已经实行很久了。那现在提倡结扎，它的差别是什么呢？以前我们都觉得解决流浪动物问题，我们要帮流浪狗结扎，对不对？听起来好像很合逻辑，其实不是。要解决流浪动物问题，你要先把人类关系最亲近的所有这些我们养的动物都需要结扎。那当我们讲出这个观念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讲要帮流浪狗结扎，那不是我们家的狗，它的数量太多，帮它结扎好像没什么关系。可是你只要一扯到说你们家的狗要结扎，很多人就会有反对的理由。反对理由有什么？比方说不自然啊，剥夺它的生育权。还有白白的挨这一刀，为什么？我不会让他生，我也会把他管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让他白白挨这一刀？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是我们在纪录片里面有讲，所以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花1个半小时来把它看完。那如果要简单讲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养狗的饲主责任没有建立。所以其实每一个养狗的人，在我们的同温层里面可能都会觉得养狗就是养在家里面，然后跟你的关系很亲密，很像家人或朋友。可是事实上，在整个社会，台湾的一个养狗的状态，也就是收容所在处理的整个社会的问题，有非常多的人养狗这件事还是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观念，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工具，它可能不会把它只当作畜生，是有情感的，可是不到家人，也不到朋友，所以会有很多的不在意，或者是不小心就不见了，甚至是她怀孕了要生小狗，我没办法养，所以就丢出去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那个数量已经庞大到我们的收容所过去为什么要1年扑杀掉10万只动物，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要回到源头的话，就是其实结扎它也是饲主责任的一个部分。饲主责任不是只有晶片哦，不是只有你把狗照顾好哦，结扎也是其中一个责任。那这一集我们就是在讲，你结扎和不结扎它的差别，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在你的影片中有像台湾之星跟相信动物，他们是致力在改善流浪动物的数量。那你可以讲述一下这2个的做法吗？因为这一次有很大的篇幅在讨论结扎的工作，所以说我们拍的2个民间的团体，一个是台湾之星，一个是相信动物，他们就是非常专注在做流浪狗或是家犬猫结扎。那他们的差异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是用不同的策略，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点帮忙流浪动物问题的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每次都会把台湾之星跟相信动物比喻成2张网眼不同大小的网。台湾之星呢是用下乡绝育的，它是带着兽医到每一个台湾各地的乡镇，去把这个基本的基础结扎率提升上来。
它怎么提升呢？它可能接一个活动中心，民众就把狗狗、猫猫带到那边，他用免费结扎的方式，然后问你说，他如果是你的狗，我们要帮你打晶片，打晶片之后，他就会登记在你的名字底下，这样子用教育的方式去把饲主责任里面的晶片登记以及结扎观念带到民众的身上。那他们现在1年的量能大概是5000只左右，每个周末都跑哦，全台湾跑透透哦，这样子的数字远远的不够，所以他们会说，我们在做的工作其实不只是结扎而已，我们做很多事情是宣传还有教育，所以它是网眼比较大的网子，先把一些有主动性的饲主带过来，把狗狗、猫猫结扎。那相信动物呢，他们做的是区域里面高强度的绝育计划。什么是高强度？就是他在做，比方说以新北市来讲好了，他会先数狗，他就先把你这里面公狗、母狗养在家里、养在外面哈，有结扎没结扎，族群先做一轮调查。那他们那个调查其实是有根据一个国外动保团体的统计的书，去综合一些台湾的条件这样做出来的。那他们先数完狗之后呢，会设定一个资源，设定一个时间，然后在比方说2年之内要把资源到齐，然后把这个区域所有的母狗，不管有人养没有人养，在外面飘飘荡荡，看起来好像有人养又好像没人养，无论如何哦，所有的狗都要结扎到80%以上。你在纪录片里面看到他们那些执行的那种积极追踪，然后很在意每一个案件的那个态度，其实你会知道他们的目标其实早就超过80%了。他希望是每一只狗，原因是因为你放过一只，它都有可能变成明年、后年的10只、20只，然后这10只、20只再扩散出去，再过半年又会成倍数成长。其实到了80%以上呢，这个区域你就会发现后面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改变是说，以台北市来讲，台北市在他们完成了80%以上的母犬结扎之后，很明显的一个改变是，禁所的幼犬全部都不见，变得非常非常的少，可能1年可能是几千只，现在是降到几百只的数量。你看一个地方结扎比率有没有成功，就是看它幼犬进收容所的数量。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这些数据你会不会有感觉？可是我自己是非常有感觉，因为我在第1集的时候啊，我们去拍的是彰化园林，当时兽医跟我讲说，成犬猫跟幼犬猫的比例，幼犬猫大概是占40%，有时候到50%。那你都是看到那个一窝又一窝刚生出来的小狗小猫，被当作垃圾这样子的。每个礼拜这样处理掉。我记得我们拍摄14天嘛，就是我是讲7年前的拍摄，7年前拍摄14天，所以我们会经过2个礼拜，2个礼拜有2个安乐日。第1个安乐日，好，就已经处理掉不少的小狗。我记得第2个安乐日是3大桶这样，好，然后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全台湾33间公立收容所，就这样子。我讲我们纪录片有拍到的，好了。就是台中的后里收容所，当我们最后一次拍摄的时候，接近完成的阶段，可是还在施工。今年的4月，他们已经正式的开幕了，大家有空可以去参观看看，一定会让你对于收容所这个地方可以有更不一样的想象。如果说你对于收容所的印象还是停留在7年前12夜的电影里面描述的那个环境，你应该要看看他们这7、8年之间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去让这个地方重生，变成一个教育的场合，变成一个动物跟人都可以在里面一起共存的一个地方，可以让动物有一个暂时安置但是是舒适的家。那也希望这个环境是更多人愿意来参观，让他们更快找到新的家出去的一个地方。那12夜2就像你说的，它有规划在校园的播映。那这个计划你目前进行的如何？我们现在就是在准备做 DVD 了。DVD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但是为什么要做 DVD 的原因，甚至我们在第2波集资的时候，其实就有 DVD 的套组，就是说你可以买给哪一个学校，让它变成公播片这样。那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学校现在都已经医化的非常好，可是并不是每一间学校这样，也不是每一个老师都习惯这样子。我还是看到很多老师是习惯用 DVD 的，就是用旧的一些影像的媒材。
所以我们是觉得，虽然说影片我们会跟第1集一样，把它放到网络上，大概在明年的时候把它放到网络上去开放这个教育的公播，但是我还是希望 DVD 可以送到学校里面去。我其实，在第1集就想做这件事情，可是那时候没有钱。所以那时候都是有些是学校自己买啊。那这一集的时候，我们应该就会制作 DVD， 然后把它寄送到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变成有个公播版。再来，我们想要更进一步的是做教案。教案就是它是一个教学的方案，怎么带领学生讨论，然后怎么去给教育的人一个先辈知识，基础的先辈知识。那我们在这个教案里面，我们是希望募集一些老师来写。写完之后，可能我们再鼓励更多的老师一起来加入，帮我们写这些教案，然后我们会在网站上面让不同年级、不同的学校的老师，他教的孩子可能是不同年级的嘛，你可以在上面搜寻，然后有不同主题，也有不同年级的孩子可以使用的，你就下载下来。网站上面也会有短版的影片，虽然说纪录片本身已经是一个生命教育的素材，可是它毕竟是1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嘛。老师要凑2堂课啊，而且看完上半部的时候，下次看下半部，学生已经忘记上次演什么了。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推广的教案呢，它是符合你的课程时数的。比方说，你1堂课是50分钟，那我们就可能给你一个10分钟的影片，其他时间你可以带着孩子们讨论。教案里面还会告诉你说，你可以教给他们什么样的功课。那把这个网站介绍给老师跟孩子们。我们希望孩子们在下课的时候，把这个网站带回家里面，跟家长一起看完整部片。你在学校里面可能只是看片段，老师带你看片段，可是你在假日或是晚上的时间，可以跟家人一起看完整个12页，也有1也有2啊。那希望可以从学校教育去着手，但是进一步的影响到家庭教育里面，这样很多孩子影响回家长。